一个店小二从地窖中钻出，旁边还有一条人腿，他要用腿上的肉做包子。另一个伙计嘲笑他，这天寒地冻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做的包子也没有人吃。话音刚落，一名客人大步迈进客栈，他张口就问小二有没有人肉包子。小二慌忙掩饰，说这里没有人肉包子。很明显，客人一眼就看出这里是黑店来找茬。争执间，小二动起了手，但被对方一招制服。老板娘扔出一锭银子，让客人高抬贵手离开此处。可客人毫不领情，将银子又还了回去。掌柜的连忙笑脸相迎，他认出面前的客人就是传说中的铁臂金眼刘通。刘通夸赞掌柜的很有眼力，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身份。掌柜的好酒好菜伺候着他。酒过3巡，刘通告诉几人，他这次来这里是为了一桩大买卖。今天会有一个叫海刚峰的朝廷命官衣锦还乡，还随身携带着一箱金银财宝。刘通算定此处是海刚峰的必经之处，所以提前来到这里。他要店家和他配合，好好的捞一笔。有这么好的事，掌柜的爽快答应了。就在他们等人时，外面一个高官模样的人带着2女进了客栈。刘通扮作小二，热情相迎。他猜测面前这个人估计就是海刚峰了。掌柜的和刘通的眼睛一直盯着箱子，高官笑而不语。他故意透露出自己姓名，一听姓海，两人确认这次8九不离10了。海老爷转身上楼，可掌柜的低头一看，发现了不对劲。海老爷踩过的楼梯全都落下一个深深的脚印，除非有极其高深的内功，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两个人一下子都犯了难。这时海老爷自报家门，原来他就是江湖上的大魔头神鞭鬼王郑寿山。郑寿山缓步走下楼梯，说出了两人想要劫掠海刚峰的想法。掌柜的不敢招惹郑天寿，只好好言相劝，表明想合作。郑天寿可不会给面子，他要独吞这批货物。说着，鞭子就已经捏在了手里。老板娘取出武器扔给两人，但两人又怎么可能是郑天寿的对手？几鞭子下去，刘通已经倒地不起。掌柜和老板娘合围郑天寿，可郑天寿以一敌二，不落下风，直接将两人抽死。两个女徒弟也把做人肉包子的小二剁成了肉馅。此时，一名少侠走进了客栈，他跟郑天寿寒暄了几句，提出要一起抢夺珠宝。可郑天寿满脸不屑，认为对方没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。两人剑拔弩张，眼看就要动手。女徒弟小红突然相中了少侠的长相，出言替他说好话。况且少侠之前还帮了郑天寿。原来在来这的路上，有2个黑衣人误把郑天寿当成了海刚峰，动手抢劫，手下阻拦，不过根本打不过。好在少侠路过此地，打跑了他们。讲到这里，郑天寿叹了口气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答应了下来。天色渐渐变暗，一行人在客栈着急地等待海刚峰到来。可海刚峰没等到，却等到了一个臭乞丐，又脏又臭。小二不想让臭乞丐坏了好事，连声劝他赶紧走。臭乞丐却自顾自地坐进马厩里，小二无奈，只能由他去了。夜色降临，臭乞丐的肚子饿得不行，他走进客栈，想要讨些包子吃。郑天寿让小二放他进来，并用筷子夹住了臭乞丐的手臂，臭乞丐疼得嗷嗷叫。郑天寿这才确认他只是一个没有武功的废人，这才放下心来，还将所有的包子都赏给了臭乞丐。臭乞丐又来到马厩，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这时又来了一波客人，是个湘西赶尸人，摇着铃铛将尸体引导到墙边。臭乞丐一看，吓得缩到了角落里。小二劝赶尸人换一家店，可赶尸人却推脱说是客栈的熟人，直接走进了店。门外大雪纷飞，臭乞丐自顾自地吃着包子。突然他看到旁边站着的尸体动了一下，臭乞丐起了疑心，他凑过去将嘴里的包子吐在对面脸上，没反应，又吐了好几口。僵尸终于忍无可忍，转过脸来冲他呲牙咧嘴。臭乞丐吓得大叫起来，叫喊声引来了店里的几人。赶尸人让臭乞丐不要胡说八道，不过臭乞丐真贱，又朝尸体扔了个包子，尸体装不下去了。几人围住赶尸人，赶尸人还在试图解释，少侠直接点破了赶尸人的目的，放几个僵尸在门外，就是为了海刚峰一道抢先一步夺得珠宝。眼见被看穿，他们也不装了，其实他们5个人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湘西五通鬼。少侠和几人鏖战在一起，即使是对上5个人，少侠也是不落下风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五通鬼身上统统挂了彩。5人将少侠围在中间，本想利用视角盲区偷袭，但没想到却被少侠反杀。最后的老大拼死战斗，可还是死在了少侠的剑上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来人了，也是高官打扮，问起姓名，是真的海刚峰。可是尸体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海刚峰出声询问怎么回事，小二只好搪塞，倒在地上的都是些强盗。
郑天寿将海刚峰请进了屋子。其实以郑天寿的武艺是可以直接出手抢夺的，只不过海刚峰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如果强行出手，恐怕以后会被朝廷通缉。他还是选择了更稳妥的方法，下药。几人交谈间，一个英气十足的白衣女子走进了客栈，她就是江湖上盛传的小钟馗张彩萍。张彩萍也没理大堂的几个人，径直去了房间。郑天寿看着张彩萍的脸，觉得眼熟极了，可又想不起来她是谁。客栈外风雪满天，突然又来了2名强盗，正是之前被少侠赶跑的那2个黑衣人。2强盗打起了马车的主意，趁马夫不备，直接就想劫走马车。侍卫和2强盗战成一团，不一会儿，少侠赶到了现场。如今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可2人武功实在太差，几招之内就悉数死在了少侠的剑下。屋内的海刚峰来回踱步，他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一路上有这么多人盯着自己。不一会儿，3头蛇来到了客栈，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弯刀男。弯刀男调戏了小红，还暗讽小二的酒里加了一些料。交谈间，又有2个人闯进了客栈，为首的牛角男和3头蛇是一伙的。几人商量了一阵，走出去准备劫走马车，只留下牛角男守着门口。小二直接掏出匕首和他扭打在一起，少侠也加入了战斗，屋里屋外乱成一团，所有人都为争抢珠宝大打出手。郑天寿和少侠合力出手，将3头蛇几人杀死，弯刀男也没能逃过郑天寿的鞭子，惨死当场。解决完外面的杂兵之后，郑天寿却发现自己留下看守海刚峰的人被杀死了。原来张彩萍和海刚峰是一伙人，他来这里是专门保护海大人的。2个女徒弟无一不精，被张彩萍打退，张彩萍还刮花了小红的俏脸。郑天寿大惊失色，他这才认出张彩萍的身份。这时小二和少侠搬来了海刚峰的箱子，张彩萍笑称郑天寿这个老狐狸上当了。他让郑天寿打开箱子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谁知箱子一开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里面根本没有金银珠宝，只有几本厚厚的古书。原来海刚峰一直为官清廉，从未做过贪污腐败的事情。之前海刚峰携带珠宝的消息是张彩萍放生出去的，为的就是将这群恶人集中到客栈，一网打尽。气急败坏的郑天寿朝着张彩萍挥动鞭子，他鞭法凌厉，打得张彩萍无法还手。2人从屋内打到屋外，2个女徒弟想上去帮忙，但是被少侠拦下。原来少侠也是海刚峰的人，2个女子不是少侠的对手，几招之内就被打趴在地。念在小红对自己一片痴心，就没有痛下杀手。屋外张彩萍躲闪不及，接连吃了好几鞭，身上鲜血淋漓，呻吟不断。关键时刻少侠赶到，替他挡下了一鞭，可少侠也不是郑天寿的对手，几鞭子下去被打得吐血，眼看就要被杀死。这时臭乞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捡起地上的剑，从背后砍断了郑寿山的手臂。眼见郑寿山受伤，张彩萍冲上去一拳打进郑寿山的肚子，再抽出来，郑寿山鲜血狂喷。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张彩萍和少侠联手将郑寿山拖到了车轮底下。臭乞丐驱赶马车压过郑寿山，可车不够重，少侠立马飞上马车补了一脚，这才让郑寿山断了气。之后官兵赶到，将郑寿山的2个女徒绳之以法，少侠也和张彩萍一同驾马消失在了风雪中。小红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这部电影《黑店》于1972年上映，前半段的剧情非常紧凑，只可惜后面20分钟的大杂烩有些拖沓，整体看上去有些类似《龙门客栈》，但是风格独具，算是邵氏武侠片中的一朵奇葩吧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